六祖禪定的精華就講說這個，得自在神通，遊戲三昧，就自在。自在的話呢，是什麼叫自在？就是說這個利者不利得，利就是說立功、立德、立言嘛，立三秀緣嘛，這印度的佛教它這個修，它就是說有6度啊，就是說布施，你像布施，持戒，可以錄影嗎？給文體兄看，可不可以睡得着？然後忍辱，然後精進啊，然後禪定，然後般若，般若是智慧了，就是說你要修过這麼多以後，啊，才到般若境地。不過這個到了禪宗也是到了6祖的時候啊，打破了。啊，對對对，不用那麼冗長了，叫一物之即佛定，就不用定了，跳過，講慧，所以禪宗講說那個即定之時慧在定，即慧之時定在慧，就這兩個是同時發生的，所以禪修並不主張說你在每天做啊苦練啊，那個他說那樣沒什麼用，你反而要有。先開慧，所以這個是中國禪宗跟這個印度或者西藏現在啊這些不太一樣，實際上你把它簡化革新了，可是呢，這些老派的上還是一個很傳統的啦，那通常來講，這個佛教很講究這個悟，那麼要開悟啊，開悟就是說。像那禪修，你到了某個程度啊，突然發覺啊，這個好像，人跟外界的界限沒有了，自我消融，就大樂。所以他們有時候做，像我們在花果山有的時候禪修啊，有做49人禪修，後來有人跟他們發瘋一樣，哈哈大笑講，大樂也大樂，這叫悟。悟的話，就是說你其實我們為什麼很悟處啊什麼？因為我们的大腦皮質啊，每天講一大堆廢話，壓着你所以你就很不輕鬆，當然在那個做久了之後呢，把那個大腦皮質講話就鬆掉了，鬆掉了之後，哇，你突然那個解脫出來了，大樂，這樣子。所以說你如果他打到最後的時候，會有這種體驗，可是這種問題是這種體驗並不是說，樂之後就一直樂，它會遞減，然後你要又去禪修，所以這個東西就發生一個經濟效應的問題了。6祖的中國那個禪呢，6祖禪他不太重視這個。他其實你去禪修很開心，回到日常生活又很亂，這個是比較是覺得在經濟效應上並沒有太大的用處，所以這個6祖禪呢，他講禪定就是講究，就你就是平常很自在，他講的是一個叫就是6祖禪定的精華，就講說這個得自在神通。遊戲三昧，就自在。自在的話呢，是什麼叫自在？就是說這個利者不利得，利就是說立功、立德、立言嘛，立三秀緣嘛，你利很好，不利也沒關係，去來自由，無滯無礙，應用隨做，應語隨答。應用隨答說有人叫你做你就做嘛，該吃飯就吃飯嘛，該睡覺睡覺嘛，那應語說該講就講嘛，應語隨答，普見化身不離自性，這一點是有點深奧，就是說佛教講我們這個不是任何事情都有3個維度，叫體相用。像人的體呢是我們的人格，你看不見的，你的內心呢相有相貌嘛，用就是你做的職業，做律師啊什麼的啊，對，體相用，那這個佛教就是說你去多注意這個本體嘛，那你要有本體的話，你能夠得到自在的時候，你這是個做什麼都是化身，就普見化身不離自性，就你做什麼都可以，
反正就是化身。可是你的本體啊，那个本性自在是不会跑掉的。这样的话，即得这个自在神通。自在是一種神通，因為你到自在，你很多人是不自在的。比方說你那個像中共這些，做官了、作威作福慣了，你叫他們跟普通人排隊，他很不自在。他沒有平等性，很不自在。就有人特權嘛，慣了，這說了普通老百姓很不自在，就是沒面子啊，什麼各種壓力就來了，所以這自在它有種神通。有了自在之後，遊戲三昧，就是說，遊戲三昧什麼？三昧就是說你啊，時時刻做什麼事都很專心，叫三昧，就是 samadhi 的意思。samadhi 你這個藏傳佛教應該講，samadhi 是兩個嘛，一個叫samansa，加 vipassana，止加觀嘛，止加觀加起來，時刻有止觀的境界叫三昧，就是 samadhi。三昧是翻譯譯音啊，samadhi。我記得自在三昧啊，所以說現在這個生活禪是，學自在了，自在，而那個到什麼很開心啊，不是說要每天苦修苦，突然哇很爽，像中電一樣，那個是值得去那個了。不過我認為說像那種啊，就好像應該保持那個傳統技術一樣啊，有些人去留啊，一般的人呢，每天坐那邊那個其實是，可能你要追求那種東西啊，就追求不到，就跟失眠的話，越想睡覺越睡不着。就不是刻意去追求的。就你如果是這個反而這個生活的禪宗講，你時時刻，你時時刻要自在嘛，自在就是說要追求平等慈悲。平等不自在就不平等，他老是比較啊，比較看到比較高的就覺得心裡是不自在啊，想去巴結啊，比較不低的他就是瞧不起啊，就不自在，沒辦法平等。然後平等就是這樣講慈悲，這個佛教它不講愛的，基督教講愛，這個愛裡面啊，有時候很多是要去佔有、操控啊。要求回報，這個佛教講慈悲，慈就是讓別人快樂叫慈，那希望別人不要痛苦叫悲。他是完全是對外的，他不求，對人慈悲的就其實我並不求啊，但你求的話，你幫人家一點，然後每天想他什麼時候回報我，那不是慈悲了，那是交易了，對，所以。他這個，你就講說定啊，定就是說那個禪宗講的定，其實就是一種很自在的狀況。然後平常做什麼事不分心。不是說修個什麼坐禪，然後什麼那個入定什麼，不是那個意思。就入定，他們是入定，也就是說他有人就說入定我坐那邊，好像我只坐幾分鐘，其實已經過幾個鐘頭了，那種東西的話，做久了會有時候會很開心啊，對啊。可是那種開心呢，實際上吃迷幻藥也會得那種同樣效果。那個跟現在那種流行的冥想是一回事嗎？冥想基本上就是這個意思，就你做到什麼也不想，什麼不想。可是這冥想啊，說那個有人說做了什麼都不想，很困難的。對啊。但是讓身體上的定，為了追求的是心靈上的平。他那個定說你那個就是說，基本上是照現在科學來講啊，就是你的大腦皮質啊，每天在講話，每天在跟你比較，每天在給你壓力，所以你就是很難解脫了。他這個修定是說把那個鬆掉。把那個大腦對你的壓力鬆掉，鬆掉就人就很快樂啊。這就是這樣子。有一次那個達賴喇嘛跟一個大概 Stanford 的教授，然後他們就是在比禪定，不是比啦，就是說有一個這樣子的測試，然後他們有通那個電流還是什麼的，
就可以發現說，譬如說這個達賴喇嘛，他可以譬如說30分鐘，他的那個腦波完全沒有波動，他是完全沒有響應的，就是他們是有一個方法來应该有方法測試，他真的是沒有。那曹董，您有一个方法吗？啊，就是可以把这个皮质的这个松掉的方法吗？就是这种方有吗？比如说你当然你一直，我相信我常会打坐了哈。打坐的话，这样基本上这样，你想放松反而放不松。不过我觉得那个你接触这些东西之后，久了之后你是比较轻松的。对。啊，你知道很多事情其实没那麼重要。对。啊。是這樣子。對。我從那個慢慢接觸佛了之後，我比以前輕鬆了。看出來是放下了嗎？對，我就不是放鬆而已，是放下。就是我是說修自在神通。修自在，自在的話，你自在，你不管別人想什麼講什麼。對，沒錯。禪修到最後，他基本上會被人變強。你說很強是什麼意思？心性非常強大。對。他更不在乎你們的講的。心性心理的強大。非常強大，啊，不會憂讒畏譏這樣子。對。心很強大。對很多什麼事情，禪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說，那加拿大人寫一本書叫《當下的力量》。對。很流行嘛，那個。當下力量意思是說，當你全神貫注在顯下，不思前不想後，你會得到很大的快樂。那你看那個徒手登岩的，對，很危險啊。他為什麼幹這樣？他上癮了，因為在那個地方一不專心就摔得粉身碎骨。他必須全神貫注在上面，他得到很大的快樂。其實就是跟那個定啊，入定一樣的解脫。對，所以那個非常危險。然後你要有名的這個你1秒那個走神就會掉下來了。對。所以他那個有名的叫50%會摔死的。可是他就是樂此不疲。因為他在裡面得到一個這種解脫的快樂，就是定的快樂，就是集中心在當下。所以禪定不是坐的不動才是定，對，他這樣也是一種。對，我覺得坐的禪，中國禪宗不喜歡坐的。就我們現在的佛教呢，已經改變了，已經是淘汰的，它照樣統統弄出來。好像那個藥房啊，明明有些藥已經是過期了，不是證明沒有用的，還在慢慢那邊在黃曼前。六祖壇經裡面啊，講本門坐禪啊，既不觀心也不觀境，境是安靜的境。若言觀心，心原是妄，無可觀也。若要觀境，人性本淨，但無妄想，心自安靜。就是這個意思。佛教它的理論啊，其實很重要一個就是講那個緣起，緣起啊。佛教最重要的觀念就是緣起。這個緣起呢，他這個講啊，緣起有多重要？他說這個，佛教的特色是什麼？就是緣起。緣起可說是佛法的核心，是佛法不共其他思想的唯一特質。跟別人說不一樣的，他講緣起，為什麼不一樣？因為別的宗教講上帝的命令嘛。作者說你今天喝茶還是喝水，不是你決定的，是上帝決定的。佛教什麼沒不要說都賴到上帝上去。他講他的緣起啊，叫緣故。佛在一代實教中啊，雖說了種種的法，但無一不是緣起的多方開展。所以，那麼他講佛法，他是佛釋迦牟尼講法很 rough 了。後來呢，開始自己就根據自己心得去寫經嘛。這些經都不是佛說的，他說是如是我聞，是假托的，就他講的，怕沒分量，說啊，這是我聽佛的。這是
冒名頂替啊。哎，可是不是说经律論那個經都是佛說的嗎？不是，哦，是哦。那個後面每個人講說哦都是佛說的，哦自己說來說是我聽說的。子曰也不是孔子講的，說他弟子說佛曰不可說。所以很多的經其實都是各有作者，都是假托如是我聞。可是呢，每個修行者他把他心得寫出來變成一個經啊，那個經到底對不对，有沒有脫離正軌，都要看他有沒有遵守緣起。對，所以說呢，這個你看後代佛法的弘揚者呢，為了新思想、新學術的新潮流的適應，成本佛法的需要，而將佛法做不斷的創新，就要自己寫的。可是考察在創新中的佛法的真偽呢，就看它是否合乎佛所說的緣起。不符合缘起的，跑到变成裝神弄鬼的，這個什麼東西神力啦什麼，這都是騙了，這不是正宗佛法。哎，那個可能會你不要學那種會被騙。對啊，所以這個佛弟子弘揚佛法，以是否合乎緣起為真偽的分別。那緣起什麼？很簡單，就是什麼事情發生，後面一定有因緣。因果不昧的意思嗎？對。因緣是因內在的叫因，外在的叫緣，都因緣嘛哈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聚在這裡也有因緣啊。那我講因緣呢，就講到佛教最重要的觀念叫空。對，不是都講緣起性空嗎？對，什麼叫緣起性空？緣起性空是講就是說，緣起的東西啊，空就會變化的意思。緣起的東西那個緣一變，結果就變。最簡單的例子，比方說這個火怎麼來的？火要有3元素嘛，第一個你要有氧氣嘛，第二有燃料嘛，第三要有溫度到那個燃點，這是火的3要素。這3要素湊在一起，火就出來了。3要素少了以後它就滅了。所以火啊，火點的時候它一直閃爍，為什麼？空氣的密度、燃料的濃度、溫度一直在變化，所以它一直閃。所以火它是一直不停的變化，是空了。佛要講就是說，就因為緣起的關係，緣一變它就變了。比方說，很多夫妻剛開始的時候，愛的你是死去活來，當時有他的緣嘛，那個緣消失了，兩個相見如仇。所以佛要講這個空，就是因為緣起的東西叫無自性。沒有自性，沒有自性，就不自己的就不能夠自己決定什麼，這叫無自性，沒有自性，都是緣起的啊，所以就叫做空性，無自性。那麼講空性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叫你不要執着，一執着就不自在，就應該怎麼樣，所以比方說我說買股票好了，說哎呀，我當時如果怎麼好後悔，那你就要吹牛，因為當時那個緣你就會做那種事情，你不能控制的，對，是吧？所以任何人講後悔什麼的，他就在吹牛，就是所以佛教的禪宗說，你不要去想以前，不要想以後，就是現在最重要。那所以說，那麼就叫你不要講故事，腦袋裡面不要講故事。講故事是一種時間的軸線嘛，對，以前怎麼樣，以後怎麼樣，講故事一定有個我，我怎麼，我執就是煩惱，對，就是煩惱。實際上你那個，你這個都是講故事，所以說真的這個禪修就讓你的大腦啊，當然不要說故事。